习近平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烂摊子，中共总理李强大概就是那个收拾残局的人。这里释放的信息是，中南海真的悄悄出现了权力转移。王沪宁的举动可以看成是一个风向标，他大大赞赏了李强激发内需的政策导向，说这是保持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之举。这真有点墙倒众人推的架势。韩国总统李在明似乎也明白了什么，对是否来北京出席93大阅兵犹豫不决。川普的举动更显得出乎意外，他对中国似乎不那么强硬了，放松了 AI 晶片对中国的出口限制。川普突然允许英伟达 H20 晶片出口中国，这难道是他围堵中共的一块拼图？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真。中共官媒新华网报道，7月16号，李强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，讨论如何落实做强国内大循环重点政策。会议认为，提振消费专项行动，把内需潜力充分释放出来，是国内大循环的战略之举。会议提及，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出现的各种非理性竞争现象，要进行治理，加强监督，引导企业通过科技创新提升质量等增强竞争力，这是中共政府遏制企业价格战的一种努力。正是这种竞相降价的内卷式恶性价格战，让中国经济的通缩压力日益加大。数据显示，由于价格战的冲击，中国5月份工业利润同比下降 9.1%， 今年前6个月出厂价同比下降 2.8%。5月份中国车企利润同比下降 11.9%。但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11.7%， 其中一半以上为新能源汽车。通缩让企业赚不到钱，裁员降薪成为企业活下去的唯一选择。这样社会上失业的人越来越多，有工作的人收入也在缩水，中国的消费能力一天天的疲软下去，工厂生产出来的商品却还在增加，这就出现了企业竞相压价出货，却依然门可罗雀的场面。这种恶性内卷的始作俑者正是习近平。习近平认为，制造业是超越美国的根本保障，富国强兵要从制造业下手，注入了庞大的国家资本，对新能源行业像电动车给予大量补贴。在国家补贴的刺激下，工厂的马达日夜轰鸣，产品更是堆积如山。可是谁会买呢？美国人。美国成为中国商品最大的出口市场。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。美国商务部今年2月5号发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，2024年美国的贸易逆差比上一年增加 14%， 达到 1.2117万亿美元，刷新历史最高。美国贸易逆差最大的来源正是中国。与此相反，中国2024年的贸易顺差高达7万多亿人民币，接近1万亿美元，也创下历史纪录。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美国，这正是美国总统川普兴起全球贸易战的理由。而贸易战最大的炮口对准的就是中国。这就是说，习近平的制造业强国和新质生产力理论，不仅给中国带来通缩和企业内卷式价格战的混乱局面，也是美中关系进一步交恶的源头。现在似乎有人开始收拾习近平留下的烂摊子了。中南海正在发动一场针对企业价格战的运动。李强16号主持召开的国常会，对怎么终止价格战提出了一个政策方向，那就是激发内需潜力。这符合经济学家的期望。他们认为，北京需要在遏制过剩产能与维持增长和就业之间找到平衡，因为中美贸易战依然有重新开打的可能。中国出口前景非常不明朗，提振内需就成为当务之急。这里仿佛看到了中共内部权力转移的动向，一个明显的风向标正是三朝国师王沪宁。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，王沪宁7月16号在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调研协商座谈会上表示，扩大消费是基础，是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需要，是战略之举。不仅三朝国师风向转得快，韩国总统李在明也感受到中南海风向的改变。韩联社援引外交人士消息报道，北京近期已经通过外交渠道
向韩国政府发出邀请，希望韩国总统李在明能在9月3号出席931大阅兵活动。这份邀请让李在明陷入两难。由于再三，韩国总统府给出8个字，形成冲突，对等外交。中共海外大外宣媒体凤凰网报道称，韩国有意将李在明参加阅兵作为中方最高层参加 IPEC 峰会的条件。今年的 IPEC 峰会将在10月底在韩国庆州举行。此前，韩国方面就已经发出了邀请，不过还没有得到中方的正式回应。凤凰网认为，最终左右李在明决定的很有可能还是川普的态度。彭博社7月16号独家报道，知情人士透露，为了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，并促成与习近平的会晤，川普总统在16号说，他会以非常友好的方式与中国较量。一些知情人士说，在与幕僚的会议上，在对华问题上，川普往往是态度最不强硬的人。知情人士说，川普这种灵活的策略令政府内部和外部顾问都感到担忧。川普允许英伟达公司重新向中国销售那款面向中国市场、技术水平较低的 H20 晶圆，这似乎逆转了川普自己的诺言，把最关键的美国技术排除在北京手里，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担心。难道美国与中国的红线现在都可以谈判了吗？此前，多名高级官员坚称这是不可能讨论的事。不过，另有一些成功人士说服了政府，认为要在人工智能竞争中击败中国、击败华为，就必须允许英伟达在华为的主场竞争。这个由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提出的主张，如今在政府内部获得了更多支持。上周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，川普与习近平之间很可能举行峰会。美国企业中国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史建道说，川普下定决心要达成对华协议，但这可能维持不了多久。到目前为止，今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大幅增加，新预算将在第4季度进一步拉动进口需求。如果2025年出现创纪录的贸易逆差，那一切都可能重新洗牌，包括对华政策。对于允许英伟达 H20 晶片出口中国，白宫人工智能主管塞克斯说，此举将让美国在海外的 AI 竞争力更加有利，削弱华为全球市场的份额。美国不会向中国出口最好的晶片，但可以夺走华为在中国庞大市场上的份额。庞大的中国市场可以让华为扩大规模并参与全球竞争。他形容这项政策非常细腻合理，美国希望一切晶片都出自美国公司。这是一场零和游戏，其他国家正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。如果不让其他国家购买美国的晶片，等于是把这些国家推向中国的怀抱。如果美国阻止自己的企业，等于把优势拱手让给了中国。对此，台湾自媒体人、资深律师童文勋在17号的节目中指出，这些解释看起来都有些牵强。白宫突然解禁 H20 晶片，很可能是习近平失去权力的一个重要表征，因为反习势力必须跟川普要一个利多，允许 H20 晶片出口，就是他们与美国谈判达成的一个成就，证明他们有能力跟美国谈判。这就衬托了习近平战狼外交的无能与失败，让习近平没有办法反扑，反习势力也可以得到鼓励。童文勋认为，川普扮演了中国改朝换代中的一个重要角色，完成了围堵中共的一块拼图，这就是川普不能告诉记者的信息。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